梁元兄，我比现在年轻10岁的时候啊，一心想在长安闯出个名堂，报效朝廷。可惜时运不济，投卷也罢，科举也罢，皆不能如意。直到天宝10载，还是一事无成。我40岁那天，朋友邀我去曲江行船庆祝，船行至一半，岸边突然升起浓雾。我见此情景，顿时陷入了绝境。哼，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？已经过半，前途依旧微茫不可见。我下了船，一路失魂落魄，不知不觉，我竟走到了城东春明门外1里地的上好坊。哎，你别听这名字啊，它算不得上好，更不能称为坊，就是一片乱葬岗。我随便挑了个坟头，就躺了下去。不知躺了多久，来了一个守坟的老兵。那家伙满面风霜，还瞎了一只眼。老兵就隐居在上好坊，说是要为他被迫杀掉的兄弟守坟。他与我说，他刚及马背高的时候，就被迫从军，去到西域戍边。那是他第一次远离亲人去了战场。他不知道何时会死。又一日，他在战场上叫一个凶恶的敌人压在身下，眼看被杀。他发起狠来，用牙撕掉了他的脸颊肉。这在侥幸份上，自那一战，老兵想明白了，既然身临绝境，退无可退，何不向前一步，拼死相搏？兴许还能搏出一些微茫的希望。自那日起，他苦练刀术骑术，只要号角响起，他就从高处一冲而下，俯身拔取军旗，就靠着这口不退之气，百战兴存。从西域回到了长安，坐上了万年县不良帅。听到这里，我深感震动。我想，我之境遇和那老兵相比如何？他能多劈一刀在造化上，我为何不行？
杨老弟呢？杨老师在后面，马在山路上跑死了。啊！快！哦，阿丽，快！是！快！接人！救林马都跑废了，一个都站不起来了。人，抬起来！快！歇会儿，阿丽。辛苦阿丽。现在怎么办？马跑不了了，我们人还能跑。对，我也能跑。是大家已经5日没休息了，这负重前行，身体吃不消啊。李大师，平日里我是在山里边约货的，我能跑。我也能跑。从未见过你这么认真的官人呐！这几日你们真是太不容易了。这样，我自愿出点力啊，但就是跑不下来全程。干什么？我也干什么？给我散开！不是你们干什么呀？这干什么呢？你们？此事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闭嘴！我们要做实验。你们若是把李大使的瓮摔碎了，影响了实验结果，那就是影响了圣人吃荔枝。你们有几个脑袋可以掉？不是你这话说的不对啊！百姓拔刀相助，这是替圣人分忧，啊！你不让他们接力，那你能给我马吗？对啊，能给李吗？大使，我们的马可都是在册的军马，身负巡边之责，岂能轻易外借？啊，那人不让用，马你不借，那我还实验吗？这事儿你问不到我呀，我只负责服务好你们，保障好安全。如今该到我问你，你们这试验还做不做了？若是不做，我就解禁小多门，回去交差了。不是你这不是有意为难人吗？怎么有意为难人了？防守。黄总，何刺史说了，朝集会因李大使的试验暂停，为了确保胡商们的利益，胡商商会必须亲自监督这次试验。我怎么没听说？李大使，何刺史说你连日来人马俱疲，命我前来给你送几匹骏马。若是实验失败，可不能因为一句没有马了，就想搪塞过去。至于骑手嘛，你看某等可否胜任？行手当真。你的骑手连日奔波不止，早就是强弩之末了。再这么死撑下去，怕是要闹出人命了。行手教训的是，试验继续。他这是分明要跟我对着干呢，啊！你告诉我，是不是那把匕首的事儿，阿弥他在心里还是过不去呀？何刺史误会行手了，行手此次送马是指那荔枝已发生相变，未便只在旦夕之间，此次实验注定失败。如此，行手便以何刺史之名送去那骏马，一来能彰显何刺史气量大度、胸怀圣人之事；二来也能堵住那李善德的嘴，不让他日后有借口以马匹不足为由作为实验失败的借口，彻底绝了他想要筹钱转运的念想，可谓是一举两得。你去小东门看过，这实验真的撑不下去了？已有一瓮发生未变，不出1日，必定全部腐坏流汁。那好，明日我就去趟小东门，也算给李善德谢个幕。劳何刺史亲临，是李善德的荣幸。如此，蓝玉便告退了。刺史，那个阿米塔去了之后，跟那个挨千刀的小兵啊，形影不离，实在不好下手。这件事情，暂且作罢。阿米塔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算计了，我也不好因小失大，暂且维系住这表面上的和平吧。明白。
比试比试。上一圈，我就在这儿遭到了埋伏，你知不知道是什么人？放心，他胜利是我帮你换来的，我会护你周全。跟紧我。走。是啊，下这么大雨，辛苦啊！四师，哎呀，你看看你这个围城试验呀，搞得全城百姓都睡不安宁啊！我们这儿上元节也没这么热闹过啊！你看看，这些胡商还有全城的百姓，对你这个测试结果很期盼呀。搞得怎么样了？啊！快谢，谢谢。李大使啊，你看看，我多支持你的工作，连我义女都给你做骑手了，这是全家出动啊！走。义父，我也是为了保证商会的利益，才过来监督这次实验。还是你想的周到。看看，哎呀，李大使，饼子我流汁了啊！哎呀，检查看看。这，四使流汁了啊！这怎么给圣人和贵妃吃啊？这个不是你没看清楚，这荔枝不是一棵树上采下来的，成熟度不一样。你运的时候还得考虑透气跟颠簸，每一泵情况的不一样啊。李善德，李子瓮流汁了啊！你说什么？这个流汁了？哎呀，那就剩一泵了，这测试完蛋了。甲瓮呢？甲瓮拿来！哎，甲瓮在这儿。哎呀！好的。啊？好的。甲瓮好的，甲瓮好的，实验继续，好的，实验继续。
我说这次实验它注定失败吗？这怎么又整出一瓮好的来啊？还有这一瓮，折腾到现在了，它尝都快尝完了，怎么还不结束啊？马回来了！马回来了！路断了！路断了！李大师，路断了！下着路断了！啊？什么路断了？人没事吧？快下来！快！小心啊！路断在哪儿了？前方不远。别摔了！来，把人抬这儿。这。李大师，李治没事。没事，李治没事。好，李治没事。李治没事。好。这样，咱们现在兵分两路啊，派2个骑手。袁老弟啊，你按既定路线，先跑到山脚下。阿力过来。你在山脚下接到双层瓮以后做接力啊，知道吗？去，杭手，你在山这边，把这个双层瓮接到以后运回小东门，好不好？好。你带着人去修路啊，好，别让接力产生危险。来吧，行动！来，让开！就我一个人上啊！来啊！他们绳子啊！快！注意安全！绳子来了吗？好。小石头要手，绳子还有多了吗？小心危险！这个石头不行，拿绳子，来绳子，这个不行，垫个石头，垫石头。
行，快！快，拿把火把来！火把，快！这试验是不是结束了？要是结束了，那就赶紧都散了吧。散了！李大师啊，实验真的结束了啊？对。诸位啊，这几日大家连。李大师，大哥。忙，接着忙。行了。我也得走了，有劳了。山德，没事，忙吧，有劳了啊。明日里只这变味儿，咋过才能让荔枝不变味儿哟？你别摘下来呀，你别摘下来哟。嘿呦，红皮果子树上追呀，流溪的栀子向下弯呐。李大师，我的荔枝园还好着呢，看这果子还鲜着呢。
像我们洞人有秘方，可以存得久一些。什么秘方？你别摘下来呀！苍天呐，终究不负有心人呐！上次潮集会，我们因为苏老的项目暂停。如今我们等到李大使做完了实验，相信各位心里也对苏老的项目有了判断。希望各位慎重斟酌，投股表决。这荔枝的生意还要不要继续？行首，这李大使只做了1次实验，要不要给他1次改良的机会啊？暂停潮集会已经给了这个项目机会。李大使绞尽脑汁想出的良策，还是无法将荔枝运到长安。行首，李善德。李善德来了。满玉，请李大使进来。是。李大使，请。行首，你的鸢尾花，我救活了。我答应你的事儿，我办成了。你是专程给我送花来的？不是，我是说呀，这个鸢尾花它放到这个土盆里能够存活续命，那荔枝它也能啊。对不对？荔枝它也能啊。你看啊，这个盆里它栽的它就是荔枝啊，是一个小孩呢把这个枝条种在了土里，精心伺候，一直活到现在。现在这个枝条虽然枯萎了，但是果子跟刚摘的一样。用这个方法呢，荔枝保鲜可以延续5到6日啊。李大使，我们是共同见证了你实验的失败，你现在突然搬出一盆荔枝，就说能抢出时间，这谁能相信你说的话？这株荔枝是试验之前从树上砍下来的，试验这几天呢一直种在土里。你们要不信的话，可以去小东门去打听打听，大家都可以作证啊。那就算此事为真，这荔枝枝条孱弱，在土中存活尚且不易，那在瓮中颠簸，岂不早就零落散碎了？不是，哎，大家，这株荔枝它孱弱，但是我们可以找不孱弱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找这种身体好的荔枝，对不对？找那种主干粗壮的，只需把这些枝条劈成一半，放入瓮中，以土培枝。这个果实呢，在枝条之上，它在土里，它可以继续成长啊。等这个枝条它枯萎了，它这个果实它还是新鲜的。你看，冒水，你看。那你说，现在保鲜可以延长几日啊？我管这个呢叫分枝直泵之法，再加上之前的隔水延洗之法，荔枝保鲜可以到11天。11天。11天。那岭南到长安，你现在计划需要走多少日？按照我规划的路线，也正好是11天。我设计的方略，你看看，穿越一下，穿越一下，保鲜11天，路程11天，这圣上跟贵妃马上就能吃到新鲜的荔枝了，就好像已经到嘴里了，厉害呀，杰出的人才啊，你是，杰出的人才。等等，这不对呀，哪儿不对？李大使的方略中提及，转运队将越庐山而入浔阳，渡长江而过蕲春，确实是条绝佳路线。不过前日浔阳突遇水患，官道受阻，什么时候修完可不知道。不可能，浔阳水患。你范老，不要危言耸听。浔阳水患，小老为何从未耳闻？我也听说了此事，不止浔阳县、江州这几处县镇也遭了水患。
李大师，如果真的有水患，你有没有别的路线？浔阳官道是最快的一条路线。如果真要发生水患的话，就得绕路。绕路就得多2日。也就是说，你现在最少需要13日。李大使，我钦佩你的诚实，没有欺骗我们这些生意人。但是你的转运计划，到头来还是水中月、镜中花，看着漂亮，不切实际。谁才敢说？这样的事情，你谁说不是吗？我们也是在商言商，对吧？这赔钱的买卖谁做呀？他技术上达不到，咱们为什么还要继续投？这不把钱往大海里丢吗？你看你坐那个位置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李大使，还有没有别的可能啊？有可能，有可能。我想想，有别的可能，我想想。咱们出了岭南呢，往北走。往北走会经过五岭，五岭这段路是最崎岖、最难走的，在这儿会花费很大的时间的。如果在这儿要是能发现一条新的路，就能省下来2天，能省下来2天。你说的轻巧，谈何容易？这么多客商走了这么多年，如果有好走的路，早就被发现了。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呢？成不成功得试一试吧。我刚开始我在长安的时候，我接到这个差事，它是一个死差，对不对？说荔枝3日就坏，根本就运不过来。结果怎么样？结果我到了岭南，我发现一个办法，我又发现另外一个办法呀，一个办法接着一个办法。每一次我觉得不可能，那每一次我就往这个可能我又迈进了一步啊。李大师所言，全都是小老亲眼所见。李大师为人拙朴坦荡，从不会花言巧语，更不会坑蒙拐骗，所以他才把事情和盘托出。他不是不知道荔枝转运绝非易事，但他依然锲而不舍。小老敬佩大师的为人，小老更愿意相信大师，他一定会有更好的方法化险为夷，转危为安。小老愿将全部的身家交与大师，与大师共损共荣。诸位，右相把这门差事派给李大使，是充分信任李大使这个人。我们都是商人，从商者重在逐利，逐利者重在识人。我们把这笔钱投出去，不是投给一笔生意，而是投给运作这笔生意的人。我的话说完了。某是从九品下的一个小吏，每个月在长安呢俸禄是10贯钱，除去挑费，到了月底捉襟见肘。但是苏老今天给我这么大一笔钱，对我来说是一个打破天的大数字。
我可以拿这笔钱，我回长安，我去让我的女儿平平安安的长大，可以头上有瓦片，啊，但是我却拿这笔钱我来做实验。其实我就是想活下去。当然了，我的命对诸位来说不重要，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，我想活下去。阿爷，我想拼了命的活下去。我想拿我的命来做成这笔生意，所以，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支持，不会辜负。说了这么多，相信大家心里都有了答案。投票吧。